出生率呢，全球倒数第一啊，年轻人呢已经劝不动了，这到底该如何是好呢？如今呢，疫情已经彻底过去了啊，困扰在我们头上的3座大山呢，已经消失了1座，但仍然呢还有2座令人头疼的一个大山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房地产行业的一个低迷萧条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人口的出生率是急剧下降。今天呢，我们就重点呢给大家谈一谈人口出生率的这个问题啊。近5年来呢，国内的人口出生率啊那是告急，目前呢已经连续3年呢都跌破了1%啊，在2023年呢更是出现了一个负增长。想当年呀，很多人为了这个生孩子，就是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嘛，都是东躲西藏，还有呢直接生完孩子呢就给别人给抱养了，反正就是为了生孩子也是想尽各种办法。可如今呢情况完全是反过来了啊！在2016年1月1日的时候，我国呢就开放了一个2胎政策，2021年呢又开放了3胎的一个政策，可结果呢真的是不太理想啊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糟糕。我们呢可以看一组数据啊，这组数据呢非常具有代表性，就是国内顶尖的1线城市上海目前也出现了出生率严重过低的一个现象。前段时间呢，上海市发布了人口出生的一个相关数据，全市总和的一个生育率呢为0.7啊，目前呢已经低于了韩国的一个水平。从国家的一个层面看呢，韩国已经是全球呢倒数第一了。目前呢，上海的一个人口呢几乎是5年没有任何增长了，而且呢还在减少。如果说呢不是外地人口的一个流入，上海的一个人口可能会呈现一个断崖式的下跌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出现呢？导致大家都不生小孩的呢？为什么现在劝不动年轻人买房了，更劝不动年轻人生孩子呢？多数网友就觉得了，主要还是由于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节奏的加快，包括生活压力的增加，人们呢对婚姻观包括生育观呢发生根本性的一个转变，再加上呢受教育程度不断的一个上升和西方文化思潮的一个引入啊，移民和出国浪潮呢影响，包括很多人的一个眼界和认知呢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开阔，人们呢重新开始对那种固有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有了新的意义上的一个审视和定义。因此呢，倘若国家真的就是想推进这个生育，真的不能从生育那一刻入手，而是从孩子的一个成长之路入手啊。从这个女性怀孕到孩子成年之前呢，国家呢都应该重新的彻底规划，深度剖析各个年龄段家长面临的一个难题，每一步呢都要拿出对应的一个策略和财力。唯有国家呢去设身处地的为家庭承担更多的一个责任，分担更多的一个生存、生活、教育压力，减轻了家长的一个压力与麻烦，让年轻人呢从容不迫的生活，才是促进生育的落脚点，才是人丁兴旺的根本之路啊！这段话呢，我感觉是太经典了，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，而不是粗暴的毁三观的一些政策啊，什么上户口不需要结婚证之类的等等的一些非常荒谬的政策。至于如何做呢？首先就是各种生孩子这个保障呢，还是要继续推出，乃至要加强。其次呢，就是让年轻人呢不需要担心太多啊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，尽快呢腾出来编制给予大学生。生育小孩的事呢，真的是只能够交给大学生，交给这些年轻人了。大学生的这个不婚族呢越来越多，出生率呢一定会大降。全国的事业单位的人啊，收入来源稳定的约3000多万个编制啊，这些岗位呢正好是大学生、毕业生啊马上就业需要的。从素来就是那种结婚生子供楼，否则呢你这个事业收入呢极其不稳定。毕竟呢像我们吃饭交流、找工作、谈恋爱至少都是需要花钱的，没有这个基础工作如何结婚呢？所以说呢，可以让年轻人上岗，然后早5年退休，收入来源稳定之后呢，结婚生2胎，正好是互补的，一定呢可以提高这个生育率，一定可以解决这个人口危机啊！一个编制呢就能起码养活一个2胎的家庭，甚至3胎的一个家庭。大家觉得呢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